我那活就在这儿呢。来吧！哎呀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他这真的是疗伤吗？放心吧，死不了。他这次是因我受伤，与我有恩，还是我来吧？哎，刘武的推拿功夫，哎，可算是一绝。他只要一出手，那宇文泰的伤很快就好了。真的？我这店里的人呐，个个的身怀绝技。救命啊！我再跟你说说这个书呆子啊。这个书呆子啊，还真救过不少人呢。金老板，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请教你。请教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她不是得风寒死的吗？我昨天听到很多当年的事情，才知道我娘死的没有那么简单。这个事情不该由我来回答你。求你看在我娘的情面上，告诉我真相好不好？你知道的越少，对你越安全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娘就不在了，但是她跟我说过的话，叫我做的事，我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。你们爱说不说，反正我是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哎呦！书呆子，刘武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呦！哎呀！书呆子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木姐姐？我当然不喜欢她了。哎呀，这样就好。好什么呀？又找了一个人跟我抢木姐姐。嘿，我还真不想跟你成为情敌呢。就你还有情敌呢？哎，你笑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木姐姐好像喜欢夜行侠，夜行侠好像喜欢她，要不然为什么总是在她最危险的时候出现？凑巧吧。一次凑巧，2次凑巧，3次可不凑巧了。我让你读书写字的时候，你怎么没那么精明啊？说实话，你比夜行侠厉害多了。啊？哎，怎么个厉害法？你说说我听听。他啊，夜行侠武功盖世，救人不费吹灰之力。可你呢？哪一次救人不是豁出命去？嘿，你都从来没害怕过。我看啊，夜行侠也未必有你这么勇敢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挺可怕的。哎，你怎么现在才知道害怕？你想啊，这救人的时候哪有时间去想着害怕呀？哎呀，这仔细想想还是挺可怕的。多多，你以后做什么事情啊，一定要想清楚再做。还用你说呀？我娘早就告诉我了，做什么事呢都要想3遍再做，说什么话呢都要想3遍再说。哟，真看不出来啊，就你娘还能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呀？我娘说的话都可有道理了。她要是能对我讲点道理就好了。多多，你觉得我在咱们脚店重要不重要啊？我想想啊，当然重要了。你看啊，又算账，又跑堂，还侦查，还能给我讲故事。嘿，哎，那你有没有听你娘是怎么说我的？有啊，你看啊，要是换个聪明点的来记账，岳父就可以少交一大笔，酒里还可以多兑点水，那些菜农业上的钱也可以克一大半一年啊还可以少碎好多的盘子。停！哎，你这是夸我呢？当然了，我娘都说了，你人呢傻是傻了点，可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挺踏实。哼，他才傻呢。哼，不行，我不能再让他这样盘剥我。姐姐，你可回来了！出了什么事了？爹，
爹我娘多嘴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现在要休了娘，你快去劝劝爹吧。啊，小姐，你一定要劝劝老爷。属下经过最近调查，可以确定，夜行大盗就藏在吕四脚店之中。这些是脚店内个人的详细资料。脚店老板娘金燕子今年42岁，女，10年前接手脚店。行了，咱家不想听这些，咱家只要你的结论。目前金燕子可能性最大，此人武功高强，身怀绝技，行事作风又与夜行侠极为相似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夜行侠虽然锦袍金面，但身材高大，这金燕子却身材娇小。但属下相信，这金燕子一定知道些什么，若把她抓来，必有收获。他如果知道些什么，你把他抓来，那岂不是打草惊蛇了？这个宇文泰是个什么人呢？此人是个书生，2年前会试不中，又大闹礼部，受60重鞭，差点死了。如今在吕四脚店沦为堂馆、账房先生和茶博士。这些人继续派人追踪。是。甄将军，还有件事儿需要你去办。但凭公公吩咐。咱家有个预感，夜行大盗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礼部的秦尚书。你要加派人手，保护秦尚书的安全。公公放心，属下一定保护秦尚书周全。属下想冒昧问公公一句，您怎么知道夜行大盗会去找秦尚书呢？你这一问是有些冒昧，事后我会告诉你。去吧。是。你起来。爹不收回成命，女儿长跪不起。你干什么？啊？芙蓉，我要问问你，你这一天都去了什么地方？我去吕四脚店救了一个朋友。吕四脚店？你听爹说，龙袍的事情你虽然是救了陆家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吴家恐怕是难得安宁了。爹，难道您休了娘，是想和他脱离关系，是想保护他？你娘回秦家，也许对她会更好。哎呀，爹，您不能这么做。您不知道娘的脾气吗？她会想不开的。芙蓉，这事由不得你管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明日崔勇就送给你个世贤，到华安寺去避一避。爹跟我们一起去吗？爹去不了。芙蓉，总有一天，爹要离开你跟世贤。爹，这个事已经定了，你不要再争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夫人她悬梁了。各位金武卫士，你们的任务是守住秦尚书府的4门，负责府内夜间的巡查工作。一旦发现夜行大盗，立即捉拿。是夜行大盗！是夜行大盗！娘，你醒了。世贤，你们干嘛救我？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娘，你怎么那么傻？你怎么忍心抛下孩儿呢？世贤，不是娘忍心，是他们要逼死咱们娘儿俩呀！娘，就算要走，我和之子跟您一起走，但是您一定要答应孩儿，不可再自寻短见了。夫人，无论天涯海角，之子都要跟着您。娘，此事因我而起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你少在那儿假装慈悲。
景罗，当年我就争不过你，现在还要为了你的女儿，让我受这般的侮辱。你们就是穆家的祸根，就是我穆青石的仇人。爹，您快告诉娘真相，要是娘再出什么意外，您的苦心可就白费了。你们都先下去吧。世贤，你说你要何苦寻短见呢？我现在还有什么脸面回秦家？你让我走，还不如让我去死。太原，你我夫妻20余年，我没让你享荣华富贵，倒是让你担惊受怕。都这把年纪了，我还连累你，我真是有愧啊！明正，这么多年，你应该了解我。我不怕忧心竭力，也不怕贫贱吃苦，我就怕你不爱我，不要我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对那个张景罗是有嫉妒，有恨，可是我也很羡慕他呀。所以我才不喜欢穆芙蓉的。哎呀，参云，我手里没有这个奏折，鞠公公是明明要逼死我，我不能连累你。没关系，他来我们就挡啊，只要我在你身边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只要你不赶我走啊！好，不走，你不走。这野行大盗还真的来了。谁呀？看来他对秦府很熟悉。野行大盗果然名不虚传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安排这么多守卫，是来迎接我的吗？别怕，我来只不过想问你几个问题。如果你答案让我满意，也许我会留下你一条狗命。大侠，你有什么见教啊？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却成了状元，不知道秦尚书觉不觉得这件事情奇怪呢？奇怪，非常奇怪。这状元必须得学富五车。如果他有10万两白银呢？那也断断不能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上面的内容，我想秦尚书比我要清楚。需要我念给你听听吗？不，把孔老夫子的经念成了生意经，秦尚书果真是当朝栋梁。如果我把他公之于众的话，你可能会被那些寒窗10载的学子们生吞活剥。大侠，你千万别！既然我的命都掌握在你的手里了，你要什么就尽管说。我听说10年前八侍郎的奏折和血书在你的手里。没有，
这种要人命的东西怎么会在我的手里呢？无风不起了，那你说这东西在哪里？大侠，我真不知道。别，大侠，我说，当年我和这个八十郎政见不合，他们这一群人呢，对我是小心提防。穆明正的私交跟他很好，这个奏折呀，肯定在穆明正的手里。秦尚书怎会知道的如此清楚？我的妹妹是穆明正的结发妻子，多少看出了点端倪。他们因为弹劾之事私下秘密相会，我的妹妹可以作证。此番话你怎会据实相告于我？莫非又是巨文贞的阴谋？不是，在下哪敢呢？这事儿要是让巨公公知道了，我也脱不了干系呀。所以，我跟谁都没说。那怎会又对我说呢？因为您是巨公公的死对头啊，所以我才告诉您嘛。既然我的命都掌握在您的手里了，就放过我一马，我愿为您肝脑涂地。秦尚书果然精于算计，只是对于贪官污吏，一向不常外。夜行大盗，追！我找郑爷。啊，我的人。哎，在这儿你可以大声说话。左军护卫将军甄毅带兵包围了秦尚书府，说是要捉拿夜行大盗。夜行大盗如果被官家给抓走了，那赏金可就没了。有我，快去看热闹去！走。等等，就你们也想去抓夜行大盗？都给我老老实实待着。陪老娘喝酒唱歌，踏踏实实过你们的日子吧！啊，元太，去给我蒸壶茶。啦啦啦啦啦！不是。走！怎么又是你啊？家里回来了，家里回来了。师兄，怎么了？不必追了。将军，我们可以追到他的。这个夜行大盗是个烫手的山芋。这是什么茶呀？怎么一股凄苦味儿？茶是好茶，只是老板娘口中凄苦罢了。茶果然不如酒爽快呀。茶让人心静，能看到自己的心思。酒呢，貌似爽快，实则乃是欺瞒之物啊。宇文泰，你不是会吹芙蓉诀吗？给我吹一首。老板娘，每次都是吹这个，你听着不烦呀？我吹都吹烦了。嘿，我吹。
救啊！秦尚书，何事如此惊慌啊？求公公庇护我们秦家吧，从今以后免受那夜行大盗的骚扰。公公，今后以您的话马首是瞻，绝无二心。秦永年，你这话说的真假？咱家已经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就是不珍惜，居然和陆太傅、胡司马及尚书门下28名官员合起来要求皇上亲政。咱家今天真的应该让你死在夜行大盗的手里。公公，这奏折怎么会在你的手里？你以为通过后宫的陆贵妃就能把奏折送到皇上的手中吗？啊！太小看巨谋了。公公，卑职错了。公公，你就饶了卑职吧，卑职错了。秦永年，咱家是觉得你还有用，所以今日才派人救你。你可明白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公公的意思是说，还想要目向我手里的奏折和血书？不错，咱家留着你这条命，就是为了这些东西。秦永年，你能帮公公拿到他们吗？公公，卑职全力以赴。好。另外，咱家决定收你的儿子秦子阙为义子，你愿意否？愿意，听公公的安排。来人，公公，传我的命令，自今日起，让甄毅派专人保护秦尚书。是。不向横堂，你理在；两株琴笑，闭眼微。宇文泰，宇文泰，上来陪老娘喝酒。广交别室生红。你娘这是怎么了？都唱了一夜了。我娘她有心事的时候就这样。刘武，谁让你上来的？啊！宇文泰，我要你死！书呆子，快来陪我喝酒！哎，多多，千万别告诉你娘我去哪儿了啊！行。哎，对，也别告诉刘武啊。知道了。小白脸呢？啊！我杀了小白脸了！没在哪儿？我哪知道啊？没在这儿。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我在等一个人。你有怨气，属下不敢。不过属下有一事不明。今天我们离夜行大盗这么近，已经追踪1个多月了，您为什么不让我们抓他？您得说清楚。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夜行大盗啊？锦衣金面，不是他还有谁啊？说得好。大家也都这么认为，所以才会让有些人有了利可乘。这一招就叫做借刀杀人。您的意思是他是假冒的？指给我看，秦尚书的卧房在哪儿？这里。对，
就是这儿。这样看来，这秦尚书的官邸还真大呀。尚书府我去过3次，还要想一想。这夜行大道似乎比我还熟悉。这样说来，的确如此。不过他有可能事先查探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昨天我观察这个所谓夜行大盗的身形，虽然他武功高强，但还不至于横行长安。也许这个人，巨公公会很有兴趣。报，将军，巨公公请您过府一叙。将军，您还真会算呀！这夜行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有谁见过他的真面目？他很神秘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而且充满智慧。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那个我等待已久的人。哎，可是你该上哪儿找他呢？我最近在吕四角店又发现新事情，就是夜行侠。啊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个堂官，还被人打得受伤，他怎么可能是夜行侠呢？我本来也打算取消怀疑，可是后来听甄将军说，他也怀疑夜行侠就在吕四角店。甄将军，左金吾卫大将军，掌管京城禁军，而且长安城里发生的事情，他都了如指掌。哼，我还是不信。别说你不信，他也不会承认。所以，我有一个计划。什么计划？我要他亲口承认，他就是夜行侠。公公，甄毅见过公公。夜行大盗去了秦尚书家，为什么没有抓到？属下不敢，属下怕坏了公公的大事。你知道了什么？甄毅什么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按公公的吩咐去做。公公让甄毅抓夜行大盗，甄毅不能随便抓一个人，向公公交差。甄毅啊，你聪明的让咱家害怕。属下对公公忠心不二，只怕不能替公公分忧。咱家的手下要都像你一样，怎么会让一个夜行大盗横行至今呢？甄毅，难得你对咱家一片忠心，那就去替咱家办件事儿吧。听公公吩咐。你有几成把握？至少9成。啊，你要冒这么大的险，还没有10成把握，我可不帮你。胆小鬼，好弟弟，难道你不想要一个英雄当你姐夫？我是想让他做我师傅，教我一身武艺，游侠天下。只要你帮我完成，我就让他收你为徒。当真？对呀。可是，哎呀，不行，还是太冒险了。你们懂什么？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吗？就是怕我受到危险。我要告诉他，我不怕危险。我要他告诉我，他就是夜行大侠。着魔了，没救了。老爷，昨夜长安城啊，出了2件大事，一是秦尚书家昨夜闹了夜行大盗，二的陆贵妃
在陆太傅的指示下，在宫内行验圣之物，使得皇后重病啊。那陆贵妃和陆太傅现在什么情况？哎呀，陆贵妃啊，昨夜即被白灵刺死了，刚刚左金吾卫大将军带兵抄了太傅府。传闻说，陆太傅悲愤自尽了。哎呀，我早劝过他们，不能操之过急。你看看，那老爷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计划要不要有所改变呢？陆太傅殉难了，京城28关恐怕也是在劫难逃。长安城是满城风雨，赶紧把芙蓉和世贤送出长安。是是是，你快去快去。是。嗨呀，宇文公子救命啊！我家小姐被人绑走了。啊！哎呀，快走吧！多留点神，当心！崔管家，崔管家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慢慢说，怎么了？芙蓉小姐和世贤少爷都不见了啊！哎呀，对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哎，芙蓉，芙蓉，快派人把他们两个找回来！是。跟着我的脚印走啊！哎，你还挺有经验的。那是，我在吕四酒店待了都快3年了。你以为我是怎么活过来的？不是我在吹，就我前面那个伙计，莫名其妙中了毒，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在前面那个，突然有一天就失踪了，到现在了，连根头发都没见着。我要是没2把刷子，小心啊！啊，你果然有2把刷子。我这是逗你玩呢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能活到今天，凭的是什么？凭的就是这份小心。走吧。老爷，派出去的人呢都回来了，这长安城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有小姐和少爷的消息。你说你们这几个人，连几个孩子都看不住。下去。是。就穆芙蓉那脾气，要是我也拦不住。现在可好，还带着我们世贤一块儿。哎呀，我们世贤体弱多病，这长安城那么乱，这要出点什么差错，该怎么是好啊？要不是你平常惯着他，世贤能这么孱弱吗？跟芙蓉一块出去，还得芙蓉护着他，这还是我穆家男儿吗？我们世贤哪儿不好了？你的心里头只有张景罗的女儿。好了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要再为这件事情吵了吗？那可是昨天世贤还在幕府里待得好好的，今天就被穆芙蓉给拐跑了。你管好你的女儿吧，我自己去找我的儿子。救命啊！叶行侠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我不是夜行大盗。你要怎样才能放了这位小姐？宇文泰，你瞒得过别人，你瞒不过我。只要你承认你是夜行大盗，我就放他下来。否则，这刀一落，这位小姐不死也会摔成残废。哎呀，这位大侠，小生乃是读书之人，本不该打诳语，但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！只要你能放了这位小姐，你就算让我承认我是个癞蛤蟆，我都认了。那你是还是不是啊？宇文泰，你快承认吧，我跟之子会给你保密的。是啊，宇文公子，你就救救我们家小姐吧。哎呀，爹，
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秦子却堂堂一个七尺男儿，怎么可能认一个阉人为父呢？雀儿，鞠公公是咱们能得罪得起的吗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你是怕他，但我不怕呀。鞠公公咱得罪不起呀！啊，雀儿，求你了，爹求你了。哎呀，我不去，我就不去。雀儿，这位大侠，你就押着我去官府领赏吧，反正也没人知道夜行大盗长得什么样子，对吧？你放心，去了官府，我肯定不会反悔。你就放了这位小姐吧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雀儿，听爹跟你说啊，雀儿啊，你听爹讲，陆太傅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下场呢？就因为他写了一个奏折，让皇上亲政被徐公公发现了，爹在那奏折上签了字的。雀儿，你不想我和你都被砍头吧？你的姐姐成为奴婢吧？雀儿，咱们全家都掌握在鞠公公的手里呀！爹求你了，雀儿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去。真的啊，雀儿。好好。公公，秦公子到。参见鞠公公。这些是我爹派我送来的认亲之礼。好。都说秦尚书生财有道，家中奇珍异宝无数。咱家今天就开开眼。秦尚书果然是大手笔啊！有些东西恐怕宫里都没这么齐整，佩服，佩服啊！还劳烦您在上面盖个印，我回去好给我爹有个交代。好，拿我的印来。我爹说认亲是大事，所以今日只是见面礼，等开祠之日会便请长安名士，再行认亲大仪。我爹说认亲是大事，所以今日只是见面礼，等开祠之日会便请长安名士，再行认亲大仪。好。哦，这是香笼上的钥匙。那我先走了，请您慢慢品鉴。慢着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既然秦尚书这么客气，我也免不得送些回礼。这个锦盒交给你的父亲，告诉他不用担心，从此就是一家人了。是，多谢鞠公公。打开。
你们几个听好了啊，今天这个匣子就当是谁都没看见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公子今天大获全胜，小的敬你一杯。好。想我堂堂个7尺男儿，竟然让我去给一个阉人做义子，做梦！你说这事儿不会传到秦大人的耳朵里吧？你懂个屁！你看看，这上头有他的印章，这东西啊，他就算是收下了。我还是担心呢，巨公公什么人呢？他能吃这哑巴亏？我才不怕呢！让我爹知道了正好。我刚好想问问他，让我去给一个阉人当义子，他对不对得起我们秦家的列祖列宗啊？公子小声点。得，今天啊，爷高兴，咱们喝酒，喝。这小子真有意思。公公，我马上派人把他抓回来。不用，好久没有遇到敢跟我耍花招的人了。好，他要玩，咱家就陪他玩。公公，那就这么放过这个臭小子？很快，我会让他自己回来，求着给我当儿子。哥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这当哥的就得说你几句了。明正虽然辞了官，但是在朝廷中威信高啊，很多事儿都得经过他的手。不会吧？哎，他当年辞官就是因为巨公公专权，还发了誓，如果巨公公在位一天，他绝不过问朝廷的事儿啊。要是明正不甘心呢，陆太傅的事儿肯定他也有份儿。哎呀，哥哥，你可不敢乱说，这要是不小心传出去，我们穆家又要招祸了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你得告诉明正，劝他几句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这样享受天伦之乐，岂不美哉？就是，哥，我也劝你早点退下来吧。你不找麻烦，麻烦也要来找你的。爹，侄儿见过姑母。雀儿，多乖的孩子呀！要是芙蓉能像你一样，该有多好呀！对了，姑母，蓉儿表妹近来可好啊？唉，你姑父让他带着世贤去黄恩寺还愿，没想到他带着世贤啊就跑了，到现在音信全无。怎么会这样？啊，姑母请放心，我一定想法子把他给你找回来。娟儿，你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对了，爹啊，这是礼金单子。哎，娟儿，他还说什么了？说了，说请您放心，以后呢就是一家人了啊。好，你去吧。我走了。姑母，我先走了。跟谁一家人啊？都是朝廷的事儿，你就不要过问了。啊。真爷，秦公子，你莫不是为了穆芙蓉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派去的人很快就会回报消息了。报告阎君，今日卯12刻，有人看见穆姑娘出了延兴门，向东而去。辰时，在吕四角店看见穆姑娘侍女之子。过了半个时辰，之子带着角店堂官宇文泰也出了延兴门，目前已派出4名祭卒沿路追寻。好，真爷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雕虫小技，
在我家公公面前，这还差得远呢。哼，旭公公能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本公子耍光。秦公子，这么我劝你，莫耍小聪明，千万别得了小便宜，吃了大亏呀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他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刘友，备马，既然秦公子亲自前来，怎么也不能让他白跑一趟啊！本将军亲自去找。遵命。公子要是有个什么闪失，我可怎么回去跟夫人交代啊？跟你又没关系，出主意的可是你家小姐。自从我认识她以后，我就没遇到过好事儿。你早承认你是夜行大侠，我何苦出这主意啊？哎，还成我的不是了？我还要跟你说多少遍啊？我不是夜行大盗，不是。枉我好心救你，你不但不相信我，你还弄出这么一出来试探我，啊？是吧？这回试出事儿来了吧？你别怪我姐姐了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我可不是头一次给你当肉垫了吧？摔个半死不说，我还得给你卖苦力。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？我，哎！师姐，少爷啊！哎，有没有点良心啊？我也摔了呀。来，哎呦，慢点。小姐啊，我看你真的认错人了。夜行侠哪有这么啰嗦呀？笑什么笑？还不让人说两句了？哎呦！哎呀，我后背的伤还没好利索呢，这回肯定摔断骨头了。不行了，我走不了了，等天亮了再说吧。不行啊，吃也不归，老爷夫人会急死的。天太黑了，城门也关了，要不咱们就听他一回，明天再走啊？好茶。穆公久不在朝，可能有所不知，近日朝中有些人竟然暗中连结十方节度使，意图谋反呐。河西节度使崔明义就是其一。还好，他念及咱家的旧恩，把此事密报咱家，还送了这套茶具做赔罪礼。咱家也就当他是悔过自新了，把此事向皇上隐瞒了下来。想当今之事，能和我说得上话的，也就穆公一个人了。一说起话来，不禁就多了点。哎，穆公，昨夜陆太傅家的事儿，您可有所耳闻？此事长安城尽人皆知，老夫怎可不知？唉，这个陆太傅想让自己的女儿把持后宫，还想让弱冠之年的皇上亲政。你说，皇上年幼，又极爱陆贵妃，这一旦亲政，朝堂宫闱还不都成了他们陆家的了？是。穆公，咱家怎么总觉得这两件事儿有联系呢？你给咱家分析分析。公公不愧皇上的信任，老夫一时不关心朝政。既然公公已经胜券在握，老夫只有贺喜了。穆公，咱家真是羡慕你啊！说实话，朝堂之事实在劳累，咱家真想像你一样，做个小生意，在市井之间躲个清静。老夫的由来
还得公公决定啊。穆公这话还是在记恨咱家呀，所以咱家今日来，一是要送这道茶具给穆公作为赔罪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，咱家想向穆公讨一件东西。公公请讲，老夫有什么东西入了公公的法眼？穆公知道咱家要什么，老夫愚钝，还请公公明示。穆明章，咱们就不要绕弯子了吧？你心里很清楚，咱家要当年那些东西。公公，我一再言明，我穆明正不知道奏折的消息。可是你不相信我，我对此事是无话可说。穆公的话，我怎么能不信呢？前些日子，咱家是完全听信了宵小挑拨，以后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好了，今日就不再叨扰了，改日再来拜灵查经。咱家已经派人查明贵公子和千金的下落，已派人去迎接。穆公不必担心，要是想起任何从前之事，我随时恭候。自责，你是为国为民呐！自我辞官以来，短短的10年时间，长安城的菜价翻了10倍，居价翻了3番。鞠公公办起了公事，伤农害农，东市西市比过去惨淡了许多。哎呀，我要是再不出手，恐怕就用不着我们出手了。难道我大唐的气数真的已尽了吗？来，只要我们的政务在，就一定还有机会啊！我担心芙蓉跟世贤现在已经掌握在鞠公公的手里了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抢先找到公子和小姐的。喝茶呢？没活干了？嘿，摆这么多张碗不洗，好看呐啊！又不知道跑哪儿偷懒去了。多多，多多，干嘛呀？宇文泰呢？去把他找回来，跟他说，今天的工钱没了。多多，跟你说话呢。他一大早就被侄子叫走了，一直没回来。昨天一个秦小姐，今天一个穆芙蓉，这小子挺抢手的。老板娘，这要我看呀，这宇文泰和穆芙蓉这就是私奔了，啊，说不定啊，今儿晚上就洞房了呢。你敢？哼！我打断他腿。你小孩怎么偷我茶喝？拿来。嘿嘿。
你们俩跟斗鸡一样，累不累啊？你看什么看？你就算把眼珠子都看出来，我也不是夜行侠。我又没说你是他。我懒得理你，我睡觉去。哎呀，哎呦！姐姐从小最疼我，现在她终于有了喜欢的人。只要能找到夜行侠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宇文泰，你真的不是夜行侠吗？非得我死了你们才相信是吗？啊，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？不是就不是。世贤，其实爹从来没有对你失望过，他总在我面前夸你勤劳用功，他不当面夸你啊，是怕你懈怠了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上次你从10楼上跳下来，那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事情了。幸好夜行侠及时赶到，从那一刻起，我就下定决心要拜他为师，学好武功，将来好保护你。当大侠有什么好的呀？整天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墙角不敢见光。你瞧我，虽说我不是什么英雄，我也不是状元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堂官，可是我有一大堆的朋友啊，我可以和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呀，那多好啊！你怎么能跟我们家少爷比呢？有时候出身反而是个累赘，不如像我，天地为母，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反而过得逍遥自在。你这话好熟悉，好像夜行侠也说过。自古英雄惜英雄，这有什么奇怪？呸！切，你呀，连夜行侠一个小指头你都比不上。就是。宇文泰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姐姐？不然的话，你怎么会拼了命的去救她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只小猫小狗从树上掉下来，我都会舍命去接。我才不像某些人呢，那么忘恩负义。世贤，他才不会喜欢我呢。你干嘛去？说半天了，渴了，还不让我弄点水喝呀？竟然就是他们！他们不止一个人，其中看来还有人受了伤。找了那么久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。金吾卫大将军不过如此。人找那是好事儿，说明人还活着，还在继续赶路。如果那么容易就找得到的话，那一定是具尸体。你可别吓唬我。那咱们给你找去吧。李队，上！你习惯啊，闻着这个香味睡觉。这荒郊野外的，还讲究这些做什么？你还笑？夫人要是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罪，肯定会赶我出家门的。这次你帮了姐姐，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。娘那边你也别担心，有我呢。你不是讨厌我吗？恨不得我马上出府，嫁给个田舍奴。是我是讨厌你当我娘的眼线，处处针对姐姐，别的嘛不太讨厌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那你可不许说话不算数。我不会让娘把你赶出去的。
穆芙蓉呢？我姐姐跟叶行侠走了。另一个人是夜行大盗。知道怕了吧？知道怕了，赶紧跑啊！否则等他们回来，你们就跑不了了。看来我们哥俩今天要立大功了。姐。想不想偷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呀？无聊。哎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们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去看看吧。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他们被点穴了。啊！哎，这是谁干的？这回真遇到劫匪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两面夹击啊！这帮人并没有藏头露尾的，可能是来找我们的。芙蓉，蓉儿，表哥，玉，表哥，我在这儿，表哥，表哥，蓉儿，你没事吧？蓉儿，我可找到你了。来，跟我来。一次又一次的，你不怕呀？我这刚救了你，你怎么又忘恩负义啊？很危险的，会死的。你又不是夜行侠，干嘛一次次的救我？干嘛一次次的为我舍命啊？你是不是疯了呀？我不需要你这样，我不想我欠你太多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以为我成心想死啊？我。蓉儿，快跟我回家吧，我很担心你，我也找了你快1个晚上。宇文泰，我这次回去恐怕很难再去酒店找你，但是我希望你记得，有我这样一个朋友。我一碰到倒霉事儿，肯定想起的就是你，我能忘吗？来人，把宇文泰给我抓起来！
大胆宇文泰，敢挟持穆家千金，伤害穆家公子，理应诉衙门问罪。是我约他出来的，途中不慎受伤，还迷了路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可是守儿，如果不是我把甄将军找来的话，你们俩都会没命的。多谢表哥，多谢甄将军。玉儿，跟我回去吧，我马车里还有位置。不必了。如果表哥不介意，还请表哥送宇文泰回脚店。他？那好吧。请表哥遵守诺言。你放心吧，我答应了的，一定能完成。走吧。下车吧。哎，这还没到地方呢。呀，这还没完没了呢。我这可是尚书府的马车，只有尚书府的人才有资格坐。你今天是沾了我表妹的光。哎呦喂，这上个书府的马车果然是舒服呀。哎呦，太舒服了！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通知你一声，以后要再看到你跟我表妹在一起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这是嫉妒？我嫉妒你？你不就是个破堂官吗？我还告诉你，人家穆芙蓉喜欢的是夜行侠，你呀，别跟这做梦了啊！哎，你回来！什么？宇文泰？对，就是吕氏酒店的堂官。堂官？云，你跟了我20年了吧？能在你手里逃走的人，你还认为他是酒店里的小堂官吗？公公恕罪，这只是一次意外。我从不相信意外，任何事情都有因果。传完命令给甄毅，让他给我重点调查这个宇文泰。是。让你照顾少爷，你不劝着点他，你还和他一块胡闹，让他现在受了这么重的伤。夫人，质子知错了，质子恨不得替少爷去受伤。娘，世贤受伤都是我的责任，都是我不好，请您责罚我。好，那我就替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你要干什么？昨天晚上你跑哪儿逍遥快活去了？我只管给你干活，其他的事情有必要跟你禀报吗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是不是和穆芙蓉有了苟且之事了？哎，老板娘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人家是个大户小姐，怎么能看上我这么个小堂官呢？再说我宇文泰是个读书之人，怎么能做出这种没有法理之事啊？我就是疯了，他看你的眼神都不对，你们俩肯定有事儿。我发誓，我跟他之间只是个误会啊，他喜欢的另有其人。多多，多多，多多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多多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他给了你什么好处啊？你还这么护着他！来人！
到平康坊去给我找李嬷嬷，问问他们俩还要不要人，就说我们这儿有个不成器的东西。夫人，求求你饶我侄子吧，娘，千万不要卖了侄子，娘，娘，你不能卖了之子。怎么，连你也要反了吗？娘，从小到大，你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，可是我心里在想什么，你从来不知道，你也从来不关心。现在我长大了，不用什么事都听您的了。你说什么？娘，念在之子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您就留下他吧。你们一个个翅膀都长硬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娘，娘，娘，夫人。酒入愁肠，愁更愁。你懂什么？你算哪科？想当年，我也有个儿子，他死的时候就跟你现在一般大。那他怎么死的？为了女人，一个富贵人家的女儿。那时候我无权无势，上门去给他提亲，却被人家赶了出来。最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竟然为了那个女人自杀了。想不到啊，巨公子还是个情痴。后来，为了完成我儿子的遗愿，我亲手把那个女人送过去陪他，把他们葬在了一起。我还叫人把他的父亲也裹了泥灰，就站在他们墓前，得站一辈子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是他毁了我的儿子，也毁了他的女儿。可有些事儿，终究是不能强求的。你让我想起了他，遇事软弱，总是逃避，甚至用死亡来逃避。如果他现在还活着，那个女人给他提鞋都不配。你终究呢，还是不懂。我不需要懂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可以帮你娶到穆芙蓉，只要你肯认我做义父。那我要是不答应呢？进来吧。昨天晚上你们应该见过，我要想杀他们，实在是易如反掌。可我想给你个机会。我如果答应你，你就能放了穆芙蓉？嗯？就因为我跟你儿子长得很像？不，
你们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只是你总让我想起他。夫人，栀子知错了，请你原谅。夫人，这次害得少爷受伤，我心里也很难过。夫人，您打我、骂我，我都毫无怨言，只求您不要赶我走啊，夫人。夫人，栀子，你先起来吧。少爷，你快回去歇歇吧。我犯了错，应该受罚。你不起来，我陪你一起跪。少爷，快走吧！少爷，我求你了，少爷，快走啊！走啊！走！芙蓉跟你的性格实在是太像了，有绝有应。当初如果没有你鼎力相助，哪有我穆家的今天？我是真后悔没听你的话，把这个巨老贼置于死地。现在大患一场，我是竭尽全力想挽回，但是回天乏术。穆家要面临着一场大的劫难了。金鸾，一定要保佑芙蓉和世贤平平安安。爹。娘，我这次和弟弟去华安寺，一定会专心礼佛，为穆家祈福，不会再让爹担心了。芙蓉，你带上这个。爹，这是何意？芙蓉，你带上这个。爹，这是何意？姨娘在你很小的时候就为你做了这件嫁衣，你答应爹，哪怕将来我不在这个世上了，你出嫁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它。不许您这么说，爹，芙蓉出嫁的时候一定要您在身边。
出门在外，凡事要小心。你要照顾好你弟弟，敦促他好好读书。爹，我们家是不是要出什么事了？到了华文寺，一切你都清楚了。不，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，我不会留下爹的。不行，你们必须走。夫人，起来吧。谢谢夫人。都怪这个芙蓉，以后你可不敢再护着她了，明白吗？老爷。这是夜间出城的行令，路上行事一定要小心。是。一到了以后啊，把我告诉你的一切，都告诉法制长老。是，老爷，您放心吧。送到以后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路上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，您放心，小心啊。走吧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我拖累了你。你别这么说，其实我早就想离开家出去看看了。听说黄恩寺是个好地方。我们这次是去礼佛，你可不能光想着玩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爹罚我们去礼佛，为什么大半夜赶路啊？最近夜行大盗闹得厉害，夜禁可比从前严了10倍呢。爹这么安排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我看啊，老爷就是不想看见我们，省得心烦。你知道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像是在逃跑。啊！不许胡说，我们穆家行事光明磊落。干嘛要逃啊？姐姐，你别总把我当小孩一样瞒着，你知道就是不告诉我。好了好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我们这次是去礼佛寺过，你要是再乱说，我就让爹罚你抄经。好，我不说了。哎，可是我们走了，爹和娘怎么办啊？老爷，给你炖了参汤，趁热喝了吧。你不该留下来，应该跟他们一起走。我要是走了，你一犯起倔来，谁来劝你呀？明正，我知道有些话你不爱听，但是我必须得说。你说你为官10年，就算这鞠公公倒了，对我们穆家也无益呀，你又何必这么固执呢？你留下来，就是为了给鞠公公当说客？当然不是，我都是为了穆家。你看看现在这个世道，为官做相，谁不为自己打算呀？我就不明白，你这么做到底是图什么？就是因为像鞠公公这样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才让他横行到今天。你就算是不在乎我，可是你要为世贤还有芙蓉他们想想啊。如此骨肉分离，于心何忍？
你去见过鞠公公？你怎么知道？鞠公公说什么？他说，只要你把奏折交出来，他就不会再为难穆家。你告诉他，我没有奏折，我没有奏折。可是我见过你和八夫郎在郊外见面，不止一次。你当时只带着张景罗去，时间久了，我自然不能隐忍，所以我也跟了去。没想到我见到了八次郎。你把这一切都告诉鞠公公了？我当然不会说。我要是说了这些话，我们穆家就更没有活路了。明正，你可以不管这个家，但是我不行。这个家是我的一切。哥，军爷，据公公有令，夜行大盗肆虐长安，夜间一律不得出城。军爷，我们夜间出城，已上报长安县令，这行令上有长安县的大印啊。没有据公公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城。您先看看这个行令，上面不仅仅有大印呐。既然是为令堂奔丧，那何不早说？过度悲伤，不忍再言吧，请军爷行个方便。我虽军纪严明，但也不能阻人行孝。是。快开城门！是。行。不得放行！据公公有令，近日夜行大盗在长安城附近肆虐，为保穆家安全，不得出城。世贤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要下车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你必须走，我已经答应过爹，一定要把你送到黄安寺。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啊！你放心，姐姐很快就会到黄安寺跟你会合。不行，栀子，1个时辰后，穴道就会自行解开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世贤啊！放心吧，小姐。姐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用书。甄将军，你消息可真灵通啊！穆小姐，过奖。你看这城墙之外一片漆黑，也不知道危险藏在何处，甄某很是替你担心呐。这样，我们赌一把，如果我输了，就乖乖的回去；如果我赢了，你就不要当拦路狗。甄某在执行公务，又怎么可以拿来当做赌注呢？你怕输？赌什么？赌我3招之内让你下马。怎么，你不敢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公公，甄将军已经前往拦截了。看来这个老东西想跟咱家做困兽之斗了。公公，属下要不要把他们都抓回来？不用，你们去跟着甄毅。如果他们已经出了城，就由你们来处理。可惜他
还不到家呀？穆小姐，你的针法虽然精巧，但是似乎只有招式没有心法呀。这样你可赢不了我。别着急啊，还有一招。前2招是怕你在手下面前输得太没面子，这一招你可要接好了。嘿。你输了，箭马一用。我出去看看。世贤，世贤，看着时辰，老爷，崔管家他们回来了。啊，少爷跟小姐送出去了。他们也回来了。啊？老奴不能辜负了老爷的托付。你起来吧。老爷，我觉得这里面挺古怪。您看，我们刚到城门，鞠公的人马就到了，他的消息怎么这么快呢？我怀疑咱们的府里有他的内线。姐，干嘛呢？你偷偷摸摸的。啊，你又想去找真义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！自从陆太傅，你忘了上次陆太傅事件之后，你还没看明白啊？真义他已经不是原来的真义了。我不管真义变成什么样，英雄也好，小人也罢，我就是喜欢他。你是不是中邪了？你不许去！我必须去！哎呀，哎，住手！哎，子轩，哎呀！民妇见过鞠公公。公公吩咐我找的东西，我一定会去找。只求鞠公公放过我们穆家，放过世贤。其实我与穆家无冤无仇，只要穆公不那么执着，咱家也不会自己找麻烦。至于世贤，封1000户，世袭罔替。千户侯？对，千户侯。
只要你办成此事，我立刻向皇上请旨。夫人应该知道，征战沙场30载，白头方至千户后。那我替穆家谢过公公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儿，得先征得夫人的同意。四姐，少姐，爹，哎呀，爹，你没事吧？又怎么了呀，女儿？爹，雀儿能亲我。哎呀，女儿啊，爹知道，雀儿这臭小子一向就不懂事儿。爹已经吩咐府上的人了，今后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。爹，那您同意我跟真义的事情啦？爹本来是不同意的。红莲呐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他真义不过就是一个左金吾卫将军，敢拒绝我的女儿。爹，可是女儿就是喜欢真义嘛。爹知道，但是爹咽不下这口气呀，所以就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你嫁给真义。女儿，现在形势变了。变了？变成什么样了？你看啊，爹本来想啊，以陆太傅一党的实力，肯定能顺利扳倒鞠公公啊，所以就在奏折上签了字。爹失算了，没想到陆太傅是不堪一击呀，多亏鞠公公对爹有所求，放过了爹一马。现在啊，这真义在鞠公公眼前是个红人啊。什么红人嘛，好多人都在骂他。你不能听升斗小民胡言乱语。鞠公公赏识的就是朝廷赏识的，就是国家的栋梁。爹，您真这么想啊？啊，女儿，你看啊，雀儿就要成为鞠公公的干儿子了。你再和真义结为连理，那咱们秦家就是在鞠公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所以，女儿，爹同意你和真义的婚事。可是爹，真义不同意啊。那没关系啊，等雀儿认了亲，爹就跟那个鞠公公想办法说，让鞠公公下命令，他敢不同意吗？爹，您真好。乖女儿。这么说，你是决意不去了？岳父是我的恩师，一生鞠躬尽瘁，何等的英明！想不到他的后代竟落到如此地步，简直是无耻！鞠公公给秦子阙谋了官职，当做见面礼。如果你如此顽固不化的话，会影响世贤的前程的。你要是为世贤好，你千万别让他当官。那就随你的便吧。奸人当道，吉时已到。
义父，请用茶。好。好。儿子，起来吧。宣旨吧。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巨公公奉皇上之命，求贤四方。今查得长安城万年县人秦子阙精于木列之术，特授五房执事之职，望其恪尽职守，以谢君恩。钦此。谢皇上恩典。起来吧。这该是一个肥缺啊！多人抢着要呢，快谢谢鞠公公。谢义父。姐，是不是又要去找真义啊？对啊，爹都同意了，你别拦我。哎，姐，爹根本不是真心对你好，他一心只想自己升官发财。去啊，你都认了鞠公公当干爹了，姐姐为什么不能去找正义啊？反正我是我，你是你，你不许去。找爹说去吧。回来！哥，这五房执事是个什么官啊？这五房执事呢，是专门负责给皇上训练打猎所用的鹰犬的。啊，是个养狗的。你可不能小瞧这芝麻官啊！当今皇上不喜欢上朝，朝中百官想见他一面可就难了。当了这个差，就能天天见到皇上。天天见皇上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个养狗的。妇人之见，我问你，世贤想要光耀门楣该怎么办？那当然得金榜题名，考个状元了。错，大错特错！上一任的状元诗词错乱，那可是天下一绝呀！当今皇上见他一面都不见，给了一个闲职，在翰林院里当抄书匠呢。真的吗？啊！哟，那这可怎么办啊？现在的五房执事，在刑部当侍郎，再上一任都跟我平起平坐了。10年寒窗考出的官啊，是一文不值啊！只有在皇上面前能说得上话的，那才叫官呢。哎呀，哥，哎呀，那咱们再好好合计合计，这世贤，彩云，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到那个时候，世贤的前途，子阙也望尘莫及。真的？今闻得穆氏秀女芙蓉有乱真秀法奇术，敕命斋戒沐浴，7日之后入宫献艺，钦此。鞠公公，你答应过我，只要修补好龙袍就可以不必进宫，不
为何出尔反尔？这次不一样，是皇后娘娘请你入宫献艺，还望穆姑娘早做准备。7日后，我派人接你入宫。恕芙蓉不能从命。你想抗旨不遵？请公公息怒，芙蓉当然不敢抗旨，只是怕这一入宫门深似海。我们家老爷年事已高，期盼着共享天伦，还请公公指点迷津。说的也是，办法嘛，倒是有一个，只要她有了婆家，那就可以不用进宫。只剩7日，到哪去找这么合适的？我倒有个极好的人选。哎呀，真是极好啊！哎呀，这2小儿女从小感情就不错。再说紫雀还是巨公公的义子，前不久还当上了5房执事。哎呀，真是天作之合呀！爹，女儿早有意中人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向父母言明。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说了，我和他已经有过肌肤之亲，是贤和之子可以证明。秦子雀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我和他曾经在郊外共度一夜。芙蓉，你宁可毁了自己的名节，也不愿意嫁给我。好，很好。那咱家倒要看看穆小姐的意中人到底是谁。我去！哎呀，是谁又想你了呀？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段大家，夜行大盗前几天是大闹上书府。没碰上。那你，先你等我说完了，你如果碰上我，今天现在我就是天下第一。来，天下第一，干一个。郑爷，这昨天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你说你和好几个人一起追夜行大盗，结果还是让他给跑了。我是这么说的吗？我都听见了，你就是这么说的。我昨天是喝醉了，我说的是酒话。这酒后吐真言啊，才是真话呢。我喝多了以后说的话都不算数。郑爷，那你还是错了。你再给我放屁，我就砍了你！哼！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我也不会再回答你任何问题。我每次碰见你，我肯定倒霉，指不定什么事儿。反正是好事，想赚钱就跟我走。等等，嘿，老板娘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我先去看看，反正是好事儿。哎，有好事儿，我们是不是也跟着掺和掺和？我也去。对，郑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我先去看看啊。二位爷先喝着。老板娘，我去了啊。老板娘，您说他们俩这能有什么好事儿？喝你的酒。好事儿。
那就贺伟。走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哎，去哪儿啊？啊？哎，公子小姐看要点什么？哎，到底什么好事儿啊？老板，好，谢谢小姐。你就不能告诉我吗？哎哎，这是我选的夫婿宇文泰，这是我爹，这是巨公公。晚学宇文泰，拜见穆老爷，拜见巨公公。咱家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我倒是第一次见公公。你的样子，咱家不会记错。公公位高权重，哪是他这种小人物说见就能见的？恐怕您是记错了。你是哪里人士？到长安来做什么？晚学祖籍燕山，寒窗苦读10年，来此只为求一功名。在长安城何以为生？我是个吕四角店的小堂倌。什么？你是个小堂倌？芙蓉，难道我在你的心里头还不如这个堂倌呢？他救过我不止一次，而且他很勇敢，肯为我舍命。你不但是个胆小鬼，现在还有个狗方小儿的名号，跟宇文泰没法比。穆小姐，我得提醒你，你随便找个人来结婚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公公若是不信，成亲之日，请您来喝杯喜酒。如果不能证明他是你找来的借口，恐怕你就等不到成亲之日了。放开！这你不能！雀儿，公公，现在您相信了吧？足够。也得好好看看。你这个无耻小人！我说我怎么看见你这么眼熟呢？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为那10两银子出卖我闺女的那个人。你这种市井无赖，你如何配得上我无墓名正的闺女啊？我和穆小姐海誓山盟，此生绝不背盟。我宇文泰非芙蓉不娶。你给我滚！你现在就给我滚！爹，走开！你不知礼数，休得胡言！和芙蓉相爱都是我的错，您不要打他。我不要打他，我不要打他，我还要打你呢！滚！哎呀！不用你动手，我来替你教训他。秦子阙，你敢动手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又害了你一次。我最怕你跟我说对不起。这回我信了。穆芙蓉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？是，我喜欢他，你打死他我也喜欢他。来人，把这个人拖出去。是，来人呐！哎，抬出去！哎，芙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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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宇文泰，
我要娶穆芙蓉，让我进去。鞠公公，今日小女多有得罪，还望鞠公公海涵。只要我义子雀儿不在意，咱家可以不在意。只要金子雀不在意，我做主了，芙蓉就嫁给金子雀吧。穆公果然识大体。好，这门婚事就这么定了，你我从此就是一家人。爹，我死也不会嫁给这个狗方小儿的。崔勇，快，你快把小姐给我拉到后院里关起来。请吧。爹，小姐，走吧。爹，难道你要毁了女儿的一生吗？义父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雀儿，咱们走。哟，几位军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家的堂官得了失心疯，闹着要娶前朝穆相国家小姐，还死活不肯走。哎呦，真是辛苦几位军爷了，不可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辛苦了啊！我们走。几位军爷，好走啊，好走。死呆子，又惹祸了吧？快回去，快点儿！宇文泰，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自取其辱了吧？疼吗？怎么？疼吗？啊？能不疼吗？我还想娶千金小姐？我今天生意忙，可没工夫陪你玩这一出啊！穆老爷瞧不起我，我非给他当个官看看。这堂官我不干了。哎，堂官也是官嘛。你要想成亲，要不娶我吧？老板娘是我的，老板娘。跟我回去。老板娘，你瞎说，腿黑了。起来。秦小姐，秦小姐，你先把手松开。我不松，一松你就跑了。保证这回不会跑。你发誓？真义从不发誓，但我说的话就是诺言。哎，秦小姐，真义，你会杀我吗？当然不会。你是坏人吗？当然不是。我就知道你不是坏人，真义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你，我都相信你。可是我还是要听你自己亲口跟我说你不是坏人，因为我秦若烟要嫁的人绝对不能是坏人。秦小姐，我说的话你都能相信吗？我当然相信了，我全信。那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也不会娶你。你撒谎，不可能。你刚才不是说都信吗？可，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？秦小姐，真义好不容易回到长安，现在已经做到禁卫将军之职，我不想因为儿女私情的牵绊，影响仕途。我知道，真义，这些你都跟我说过，我知道的。真义，我不会牵绊你的。秦小姐，你是不是喜欢穆芙蓉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穆芙蓉？你到底为什么喜欢穆芙蓉？穆芙蓉哪点比我好？我感觉我是秦小姐，我也不喜欢穆小姐。那你为什么不娶我呀？秦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喜欢我？
你可不可以不要浪费人生，不要浪费时间呢？我等了你10年了，我不怕浪费时间。